今天吃什么？咱们再做拉面。前面我们已经讲过2次拉面了，那么这次为什么还讲呢？如果您还在学习当中，我这次呢就把拉面的过程当中，从揉面、揣面、溜面和最后拉面的一些个手法，我用具体的画面、特写的画面再给您展示一下。这样呢，您在练的时候，您在学的时候，可能就更容易一点。咱们还是边做边学。我们这一集呢，主要是讲在学习拉面当中的一些个细节的技巧和一些手法。如果您是刚开始学，或者说还没看过第1集和第2集的话呢，我建议您先去看第1集和第2集。如果说是您已经看过了前2集，或者说您自己在学习遇到一些困难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个答案的话，那么这一集呢就会帮到您。我们今天准备的呢是中筋粉5杯，我这是5杯中筋粉的量，然后2杯水，这个呢大概可以够2到3人份。如果您把这个面头也重新揉过之后再拉出来的话呢，大概可以够3到4人份。根据这个客人或者说吃饭的人的这个饭量大小吧，大概差不多是2到3人份的样子。这个比例呢是我所用的比例，那么水和面粉的比例可能您会需要根据您的情况具体做一些调整，您可以因为这个做一个参考。您要注意一点，就是您和面的时候，这个面的量不能太少，因为您在揣面、在溜面的过程当中，如果面太少的话呢，您是不方便操作的。另外拉面的时候呢，这个面头手上这部分还要揪掉一大部分。以前咱们说过，您实际上能够丢到锅里去的，大概是您这个面筋的差不多1半甚至更少的量。如果您这个面太少的话，您一次拉出来的面也比较少，不方便操作，对您学习呢也不利。您别担心，这个面不浪费。如果说是您这个面头，或者说是您开始刚学的时候，觉得我这个面可能拉半天之后，您觉得我就先休息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或者是面也做不成，您这个面并不浪费，您可以把它做成手擀面呢，或者说把它洗成面筋呢，都可以，而面不会浪费的。我开始学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些个，所以我好多最早的时候这个面我都浪费了，最后做的也不成，练了半天，练的胳膊都酸了，胳膊都抬不起来了，最后面就都扔了，挺可惜的。您不要犯我这相同的错误，面是需要有一定的量，但是您不要浪费。和面的时候注意把这个面粉和水逐步的融合，水要一点点加，不要一次加多了。一次加多了的话呢，不容易形成这个均匀的这个小面穗，也就是说您不好掌握这个面的软硬程度。我们以前说过，您要掌握面性，意思就是这个，您面和的多了，一下手就知道这个面软硬合不合适。这个呢是任何人都没办法告诉您、教给您的，您得自己练习，练习多了，手上有感觉了，这个面您就掌握好软硬程度了。我们说的这些个，比如说水逐渐加这个先搓成小面穗这都是帮助您学习、了解、掌握面性的这个过程。这些个只是一些个常识，并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，根本的问题还得您练。把面团揉起来之后，这个时候您不用等着它太光滑，把它揉成团之后，就开始可以揣面了。揣面的手法，您看就是这个，握成拳，按下去之后，向左也好，向右好，您可以拧这个手腕，这是揣面的动作。按拧按，我们把镜头推进，您再看，就是这个动作。每次的时候，
倒一点水在手心里边，把这个水洒到面上去，然后就用这手法不断的反复按压揣这个面。如果您的面揉的时候软硬就合适，您揣面的时候就不需要加好多水了。您看这儿，这个是刚才咱们揣过的位置，您再看这儿，这边这是没揣过的，您可以看得到揣过的地方面开始变得光滑细致，没揣过的地方就比较粗糙。咱们把这地方再揣一下，这是刚才没揣过的地方，咱们揣几下，您再看看是不是跟刚才咱们揣过那个就一样了，和边上那没揣过的是有分别了。这就是揣面的效果。理论上讲，它就是让面吸收更多的水分，来形成这个面筋。从现象上来看，就是说面经过您的揣就变得柔软，变得细嫩，甚至说颜色呢都变得更白一点。您随着揣，随时就感觉到这个面的弹性就比刚才那时候大了。其实您看，现在这已经开始有弹性了。每次少倒一点水在手心上，这个量是看您刚才和面的时候软硬程度。咱们以前说过，您可以通过这个时候来调整它的面的软硬，但是这个时候调整就没有您刚才和好的时候那儿方便了。您感觉差不多了，就可以把它揉起来了。什么时候揣好了？咱们以前说过，您提起来，它能够拉长，这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，您把它揉起来之后，您会发现这个面团在手里变得比较柔软。当然，您越揉它就开始越硬，为什么呢？起筋了。但是呢，有一个这个现象就是说，您揉的时候，这个面开始发黏。如果您揉的时候它是不沾盆的。您看现在嘛，逐渐的，您的面盆和手都光滑了嘛。但是您这个面跟盆可是开始要粘，您揉的时候它不粘，您不揉，放个3-2秒钟，看一提它就粘了，这时候就可以了。抹上清油，让它一边去醒着。醒面我们说过，差不多要1小时时间稍微短一点，40分钟、50分钟也可以。其实呢，如果您不醒面，刚才揣好了，您马上开始这一步，这个揉面、溜面也可以，但是呢，就费点劲儿。尤其是说您开始学的时候，初期阶段的时候，我建议您还是多醒面，醒好了之后再开始这一步，相对来说成功的机会呢更高一点。揉长，把它对折，反复再这样揉。其实刚才咱们如果这个面揣的好，醒的好的话，这个揉面的过程非常简单，就容易多了。您基本就把它揉成，然后您就开始可以甩面了。甩面的时候，您要注意看这个慢动作。您注意慢动作当中，这个面甩起来之后，它是形成一个光滑的一个弧形，这个面中心的那个点就是面的重心，它在这个面的最中间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您这个面就容易甩得均匀。如果您甩起来之后，从慢动作来看，它这个中心不在中间了，它偏左或者偏右了，您那边一定是比较细。您看刚才这个是不是一只手粗一只手细？它那个重心就不在中间。用这个办法练习，您就知道这甩面的技巧在哪儿。下一步就是抻面的时候的这个技巧。您注意抻面的时候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抻出来的面粗细不一致。注意手法这么样握，拉长，然后交到左手，用3个手指夹住，把中指让出来。让出来干嘛？一会儿您拉完了之后，再挂下一条面用把这个面要形成一个3角形，这样呢，一方面不粘，再有一个呢，您下一手拉的时候手容易找到中心，
同样，注意看怎么收面，往前叠，再看慢动作，挂在中指上，把这个面团起来，不光把您手里那个团起来，把您刚才挂上去的那2根也团起来，一起往上一提，往前一推，不就等于收起来一段了吗？就这样，您每次拉出去收回来都往前收一点。刚才咱们说您拉出来这粗细不均匀，一方面是您用力不均匀，再有一个最早第一下您揉的时候尽量把它揉的粗细均匀，后面拉的时候每次都往上收一点，那么不均匀的那地方都在您手里头的。对，就这样。撒上粉，您撒多一点也可以。如果看这个哪一条比较粗啊，在手里觉得哪条粗，就把这一条再往上提一点，夹在手里边。那么您下一次拉的时候，这条粗的就会变细了。这儿就差不多了，这样就可以下锅了。再看一次，先把它揉匀，尽量粗细均匀，稍微差一点没关系，但是尽量让它粗细均匀，因为第一下出去已经决定了您后边的面是不是均匀了。手法握在手心里面，拉长对折，交到左手。每次收面的方法要形成一个三角形，这个线在这儿。您撒粉也可以，放一堆面在这沾粉也可以，那不重要。您看手后边加的面粗细是不是均匀？不均匀哪一颗您就往上收。如果您下的面劲儿比较大，您每次收的这个面收多一点也没关系，或者您不在乎您出来的面多少，您每次把它多收一点，您收的越多，您最后拉出来这个面它就越均匀。为什么呢？不均匀都在手里，把您手上都给收下去了，那可不流出来是最好的，不好的在手心里。把它切断就可以下锅了。